俗话说，巴黎有老鼠，意大利有狗屎，能够晋升为时尚4大 Big Four， 主要归功于这5大要素。米兰的时候，到底要去哪里买东西呢？4大需求帮你们分析。Ciao a tutti， 我是淘淘，欢迎来意大利找淘淘。俗话说，巴黎有老鼠，意大利有狗屎。然而，这2座城市却是欧洲最有名的时尚之城。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，为什么米兰能够享有如此盛名？让我们一探究竟吧。那首先呢，让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世界4大时尚之都，分别为米兰、巴黎、纽约、伦敦。那在这4个城市里面呢，都会举行2次的 Fashion Week， 分别为春夏跟秋冬。那这4个城市呢，在时尚之界在非常重要的地位，但每一个城市都有其独特之处。那要怎么样去区分呢？我这边做一个简单的划分，你们可以记一下：意大利米兰 Gucci、Prada、BV 工艺高超；法国巴黎 Chanel、Hermes、LV 高级定制；美国纽约 Off-White、Rick Owens、Tory Burch 多元文化；英国伦敦 Burberry、Alexander McQueen、Vivienne Westwood 创新叛逆。其实米兰能够晋升为时尚4大 Big Four， 主要归功于这5大要素。就像刚刚我所说的，每一年都会有2次的时装周在米兰举行，分别为9月、10月的春夏系列，以及2月、3月的秋冬系列。而每在这个时候呢，世界上知名的时尚人士都会特地来米兰参与。在米兰的市中心呢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购物4角形，对于时尚爱好者来说，这是一生一定必去，而且非常具有象征性的一个购物景点啊。这个4角形呢，是由4条精品街构成，分别为 Via Monte Napoleone、Via Manzoni、Via della Spiga 跟 Corso Venezia。那这样刚刚好框成一个4角形。那这个4角形里面呢，其实包含了所有大牌的旗舰店。对于喜欢购物的你，绝对不要错过哦。根据 BOF 排名，意大利整体而言的时装学院的排名呢，其实仅次于英国。那光在意大利境内呢，就有8间学校上榜，在米兰就有5间，分别为 Marangoni、YED、Polidesign、NABA 跟 Domus。意大利国家时装商会 Camera Nazionale della Moda Italiana， 简称 CNMI， 其总部呢就位于米兰。那他们的宗旨呢，就是促进意大利时尚产业的发展以及知识的推广。那其实也不难猜测，米兰的时装周其实就是他们办的哦。最后呢，米兰它其实是非常多国际公司在意大利的总部，那其实这也包含了意大利所有本土的奢侈品以及很多时尚公司。那讲完这5点，你就会想，那米兰是怎么样获取这5项要素的呢？那这个就要回归到米兰城市的时尚发展史。1958年，意大利国家时装商会诞生。在50年代呢，其实时装秀是非常蓬勃发展的。那在意大利境内呢，则有以下4个划分：罗马高级定制、佛伦萨手工精品，多里米兰呢，则是以成衣为主。60年代呢，因为经济的发展，米兰已经成为意大利主要出版社，比如说像 Rusconi、Mondadori、Rizzoli 的总部。那正是因为这个期间呢，由于时尚和报纸之间所产生的相辅作用，米兰呢也在从这个时候开始奠定它日后成为时尚之都的基础。70年代，时尚正式成为一种文化产业，服装呢成为社会肯定跟政治归属感的工具。时尚杂志呢也在这个时候有爆炸式的增长，比如说像我们耳熟能详的 Vogue。那80年代呢，米兰正式成为 Big Four 一员，与巴黎、纽约、伦敦齐名，一直直到今天。讲了这么多，你一定会问说，淘淘，那我来米兰的时候，到底要去哪里买东西呢？那淘淘现在就依据4大需求帮你们分析。如果呢你是来米兰要买奢侈品的话，那就一定要来我刚刚介绍的购物4角形。那在这里呢，几乎所有的一线大牌奢侈品都可以在这里找到，保证你一天逛都逛不完。想要来这里逛街的朋友呢，可以搭乘黄线地铁站，在 Monte Napoleone 这一站下车。一线品牌类似 Hermes、LV、Gucci、Prada 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。除此之外呢，这里还有好几间非常有名的百年咖啡厅，例如像 Cova 跟 Marchesi。逛累了想要休息的朋友，可以随时来这里来个意式下午茶哦。
对于预算有限的朋友 ，Corso Buenos Aires 非常适合你，因为这里有非常多琳琅满目的商店以及百货，从服饰、首饰一直到锅碗瓢盆都有，应有尽有，在这里几乎你什么都找得到哦。Corso Buenos Aires 是一条很长的商店街，想要来买平价商品的朋友可以搭乘红线地铁，在 Porta Venezia 站下车，出站以后呢就会是这条街的头，或是搭乘绿线地铁，在 Loreto 站下车也可以，出站以后则会是这一条街的尾端。在这里呢可以找到很多平价商品，包含国际快时尚品牌跟意大利平价品牌。那我现在位于 Corso Porta di Cinese， 那这里呢有非常多的二手古着以及原创商品店，非常适合喜欢挖宝跟喜欢另类服装的你哦。Corso Porta di Cinese 是淘淘最喜欢来的地方，因为这里小店很多，很像台北的东区跟中山区。在这里呢，推荐一间淘淘很喜欢的二手店，叫 Bivio Milano。这间店呢，它在这里有2家，一间呢它专门卖女装，另外一间专门卖男装。里面呢有包包、服饰、鞋子，还有配件，商品都是二手的名牌，从小牌子到一线大牌都有，商品的状态都很好。价格呢从10几欧到几百欧都有。这里呢还有很多潮牌店，如果是对潮牌有兴趣的朋友，这里绝对会是你的天堂。那这条街上呢还有很多餐厅跟咖啡厅，其中呢以走文青风的 Libreria Verso 最有名。这是一间复合式的书店跟咖啡厅，推荐给想要体验一下意式文青的朋友。那如果本身你是设计人，对意大利设计品牌很有兴趣的话，推荐你来 Via Tortona 跟 Via Savona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有很多的设计师的工作室以及 showroom。那有些需要预约，有些不需要。那这个就取决于设计师的工作品牌的运作模式以及 showroom 的运作模式。淘淘因为之前工作的关系常来这边，那这边大部分的showroom平常都需要线上预约，有一些也只开放给 buyer。那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上 Google 地图看一下自己感兴趣的品牌，点进去官网预约咨询。那如果只是想要来晃晃买东西的朋友，这边呢有设计师的商店跟职人工作室，可以买到一些设计小物，比如说像手工真皮包、眼镜、首饰等配件。那价格的话，大概落在中高价位。听完淘淘的解释，你现在终于知道，虽然米兰常常被抱怨狗屎多、烟蒂多，但是呢，却也不可否认它的时尚独特之处以及它的历史。那如果你们喜欢淘淘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并开启小铃铛哦。淘淘带你看更多的台艺大不同。Ciao presto！